议大家提前服用3个月的红景天，因为红景天啊，它是有很好的抗高原反应，它真正的作用是可以抗缺氧的一个作用。在古代的本草著作中啊，是没有发现红景天的一个记载，但是它现代研究发现，其实它是一个抗衰老的一个新秀。确实，我们现代的药理学的研究发现，红景天啊有类似于人参的补益作用，比如抗缺血、抗寒冷、抗疲劳、抗辐射、抗病毒，那么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长，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当然也就延缓了我们机体的衰老。那红景天我们又是怎么样来服用呢？首先一个就是泡水，红景天我们可以充当茶叶，这里的话呢，红景天你可以用10到15克，桂圆肉或者是枸杞子用10克，里面呢还可以加2到3粒的大枣，泡开水喝，每天的话1到2次，它能够促进人体的自身的调节，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它可以降压，而低血压的患者它可以升压，所以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一个中药。同时呢，也能够提高人体对不良环境的刺激的抵抗力和耐受力。比如说，我可以抵抗高温、严寒、缺氧、辐射等等吧，这些不良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所以红景天呢，它是有抗疲劳以及呢可以促进性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红景天的第2种服用的方式，那就是红景天泡酒。5克的红景天泡250毫升的白酒，这样的一个比例，大约泡1周以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每日呢饮用1次，一次呢不要超过50毫升。红景天苷啊，它能够增加2倍体的成纤维细胞的次代传代的数目，延长其存活的时间，促进细胞的分裂，而降低衰老细胞 MAO 的活性。红景天也可以使老龄大鼠红细胞 SOD 的活性提高，使老龄的小鼠血、肝等等，它这里面的脂褐素含量降低，那就说明啊，它有抑制体内氧自由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第3种服用方式呢，是红景天和肉类煲汤。大约20到30克的红景天，黄芪15克，枸杞15克，大枣5到7粒，雪莲花呢可以放3朵。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煲鸡、煲排骨或者是煲瘦肉。当然，我们的服用你可以选择每周2到3次。红景天的花根其实它都可以入药，主要呢它可以治肺病、神经麻痹症，也可以呢有退烧的功效。抗衰老里面的中药还有一味是绞股蓝。绞股蓝啊，它是葫芦科的植物，在我们的古代本草中不是很常见，但是呢，日本的科学家发现组成中它是有多种或者是部分与人参皂苷的结构相同。那近些年来研究发现，绞股蓝啊，它有抗衰老、抗疲劳、抗癌以及调节内分泌的功能，它能够提高人体应变的能力，以及呢免疫力，降低胆固醇和转氨酶，预防肿瘤，抑制溃疡，舒缓我们的紧张，可以镇惊和镇痛的功效。延缓衰老中的中药还有一味，那就是蜂王浆。这个大家都听说过。蜂王浆啊，是蜂制品里面的极品、珍品，它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促进细胞的增长以及它的生长。
增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细胞的组织再生能力。同时，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C、E， 所以它也是一味不可缺失的抗衰老良药。好，各位同学，我们上面所说的中药抗衰老，主要是以内服为主。那目前呢，我们现代研究也表明，中药的一些有效成分是可以添加在相关的化妆品中，并且呢，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全、天然、有效的中药护肤美容的作用。好，各位同学，今天对于中药抗衰老，它的一些品种以及功效，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同学。